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微博之夜，新四大才子遭网友群嘲，和肖战、王一博没法比。首先，微博之夜的盛典是否真的实至名归？背后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四大才子是否势在必得？当晚的微博之夜，新一届四大才子阿明、小飞、建国和嘉禾揭幕亮相，现场为他们设计了折扇秀互动表演。四人本就是内地实力派新锐演员，这次入选四大才子让许多资深粉丝为他们喝彩，称他们实至名归。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网友看来，他们与上一届的杰出前辈还差得很远，被冠以四大才子的头衔似乎言过其实。其实，娱乐圈的竞争非常激烈，四大才子的美誉对他们来说既是肯定，也是巨大压力。我们不妨从剧本、流量、实力等多个维度来谈谈他们面临的困境。小嘉禾是否真有实力？首先是小嘉禾，他出道至今一直扮演些重要配角，并未有过大突破。但他最近因偷偷藏不住一句开始走红，在剧中与女主角桑稚有许多精彩对手戏，两人的恋爱剧情轻松甜蜜，小嘉禾的演技也得到肯定，一时间让他人气飙升，成为讨论度最高的新锐小生之一。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小嘉禾过去的表现，便会发现这位90后小生的演技之路并不平坦。他过去主演的古装剧《郎君不如意》便口碑很差，剧情老套，人物刻画平面，这部戏几乎被视为他的污点作品。与偷偷藏不住相比，郎君不如意的票房口碑都遭遇滑铁卢。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小嘉禾的演技实力是否真如他的粉丝吹捧的那样稳健？他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担当更多主角，还是只是一个运气不错的小配角？这都有待他后续的作品证明。其次是建国，外形出众，从无名小角色做起，近年来才渐渐在影视圈崭露头角。他曾在国产古装大剧《云之羽》中担任第二男主角，和女主角有许多韵味十足的对手戏。尽管不是第一男主角，但建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不少好评。之后在《宁安如梦》中，建国又出演了性格内敛的男二号，和首席男主角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成功吸睛。从这两个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建国演技日益精进，也在逐步积累人气。但是话又说回来，建国至今最大的障碍就是始终无法突破次要角色的局限，无论是云之羽还是宁安如梦，聚光灯永远不会雨露均沾的照在第二男主角身上。在这两部戏中，首席男演员的人气都明显高于建国，这从粉丝的讨论度就可以看出。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建国想要真正成为一线的男主角，在影视类型、角色突破等方面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他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才能让导演和粉丝对他有更多期待。再看小飞，他也是近年来逐渐成名的90后实力派演员。在国产古装剧《长相思》中，小飞成功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内心敏感和脆弱的第二男主角涂山璟一角，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出彩的一个角色，深受观众喜爱。尤其是涂山璟对女主角片叶的暗生情愫，和男主角白展堂之间微妙的关系，成为整部剧的最大看点。
小飞细腻真挚的演技让他在这两段关系中娴熟折射出涂山璟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展现出过人的情感把控能力，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然而，如果把小飞和《长相思》中的其他主演相比，他的知名度还显不足。毕竟，这部剧的第一男女主角白展堂和秋儿的人气要远超过第二男主角涂山璟。所以在业内影响力方面，小飞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可以说，《长相思》是小飞迄今最出色的一次演技展现，但是这只是他演艺道路上的一次亮点。整体来看，想要真正成为一线的实力派男演员，小飞的知名度还很有限，还需在未来作品中不断突破自我。最后是阿明。他可谓是整届四大才子中实力最强、潜力最大的一位。从封神到长空之王，再到明年的红海2，阿明的演艺资源十分优质，所参与的电影和剧集无一不是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而在这些作品中，阿明的演技和塑造人物的能力也在稳步提高，无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都能驾驭自如。业内许多权威媒体已预测，假以时日，阿明极有可能成为影视圈的下一个影帝级人物。易烊千玺们的光环不减当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提起上一届四大才子杰出的表现。他们不仅在当年的微博之夜盛典上大放异彩，至今在影视圈的地位也依旧无人能及。其中，易烊千玺已经荣膺影帝，是第一个获得这个殊荣的00后演员，他的演艺事业正处在高峰时期。王一博、肖战也依旧是青春偶像剧的领军人物，各自有着高甜度的剧作推出，体现在多个 IP 中驰骋，无论古装还是现代题材都如鱼得水。可以说，4年后的今天，四小天王的人气魅力依然坚不可摧，这从他们的粉丝后援会规模就可以看出。与之相比，本届四大才子们或多或少还显青涩，他们需要在多个影视作品中不断磨练，才能获得视帝级的稳定表现。所以，想要真正超越易烊千玺一伙人的辉煌，新生代小花们还任重道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时过境迁，杨紫、胡歌等一海沉浮多年的前辈级人物也从未有丝毫懈怠。他们一直保持着高产值、高质量的作品输出，丝毫不让身后的新人有机会超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晋四大才子要想在激烈的环境下脱颖而出，难度可以想见。遗珠们又何尝不是杰出之才？本届四大才子的评选结果也让不少业内人士大跌眼镜，因为太多努力的艺人失望而归。我们不禁要问，是评委的眼光有偏颇，还是制定标准便存在漏洞？譬如张晚意，他从无名小角色起步，逐步转型为青春偶像剧、古装宫廷剧的实力派男主角。张晚意外形出众，演技全能而又稳重，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角色都能驾驭。尤其是他在古装宫廷剧《皇宫暗战》中饰演的爱憎分明、心计深沉的残忍王储100，深受好评。这些都是新生代小花们难以匹敌的。那么，张晚意没能入选本届四大才子，难道不是评委们的失误吗？此外还有王鹤棣，作为00后小生，他也是近年来小屏幕上的新晋人气王者。我们看他从《倚天屠龙记》到《鬼吹灯之龙岭虎啸》，视野广阔，扮演的角色类型五花八门。王鹤棣的大器晚成之势已成定局，他的粉丝后援会体量也与一线流量小生们旗鼓相当。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实力与人气兼具、大势所趋的00后新锐，
竟然也与四小天王的宝座失之交臂，这难道不是娱乐圈的一大遗憾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四大才子的殊荣或许只是娱乐圈的一次小小风向标。无论最终谁能入选四小天王、王牌偶像，炙手可热的新人们都会继续输出，继续在观众心中争夺焦点。一时间的辉煌，并不代表谁就能长久占据舞台中央。新锐小生们的光芒或旺或暗，也只是这个行业普遍规则的一次文化图片。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